直击莫斯科，油库燃成火海，克里姆林宫危险了。乌精确轰炸别尔哥罗德大坝，而七军水淹，防线告急。北线大反攻，乌军夺回关键阵地，展开清剿行动。乌红军村收复9大据点，而陷入多点崩溃危机，再损精锐轰炸机。黑海夜空变战场，而防空系统被连环炸毁。战场失利加政变疑云，而危机爆发，欧洲核合作大升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10月27日夜间，俄乌双方再度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无人机攻防战，空袭范围几乎覆盖两国本土与前线全域。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当晚向俄本土克里米亚及乌东地区发射约200架无人机，造成多地爆炸与火灾。俄方宣称在13个地区击落193架无人机，其中包括34架飞往莫斯科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即便如此，仍有多架成功突防。尽管莫斯科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防空系统，乌克兰无人机依然突破俄军防线，直抵首都上空。莫斯科市区科穆纳尔卡地区传出爆炸声，并伴有浓烟。初步消息称，无人机击中不明军事或行政目标。克里姆林宫相关人员已被紧急撤离。俄方在克宫周边部署至少5个机动防空火力小组，全面戒备，整座城市一度陷入最高防空警戒。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距离克里姆林宫仅95公里的谢尔普霍夫油库被击中，引发剧烈爆炸与大火。根据俄媒 Astra 披露，近200架无人机几乎同时袭向俄罗斯西部与中部地区，莫斯科州多地响起防空警报。现场画面显示，谢尔普霍夫燃料库被击中后烈焰冲天，黑烟滚滚，爆炸声持续不断，火势甚至在天亮后仍未完全受控。虽然俄方尚未就起火原因给出官方说明，但在袭击前，谢尔普霍夫地区刚刚发布过无人机入侵警报。外界普遍认为这起事件与乌克兰空袭直接相关。谢尔普霍夫油库位置极为敏感，它不仅是莫斯科能源系统的重要节点，更位于克里姆林宫以南仅95公里处，是乌军迄今打击距离俄都最近的一次行动。这一事实立刻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也凸显出俄罗斯防空系统的脆弱与压力。俄方宣称当晚在莫斯科上空成功击落约40架无人机，但即便如此，仍未能阻止关键设施被命中。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已在莫斯科外围构建了密集防空圈，从 A107 环形公路一直延伸至市区50公里范围，部署了包括铠甲 S-1、S-300、S-400 等多型系统，并在多地兴建防空塔，意图加强对低空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然而，这些防线显然无法完全抵御乌克兰不断升级的远程袭击。更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夜，莫斯科上空还出现了数道明亮光迹，被目击者形容为不明飞行物。俄方紧急回应称，那是坠落的太空垃圾，并否认其为乌方新型武器。但这一解释并未平息外界的猜测与质疑。此次空袭也迫使莫斯科多座主要机场短暂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被迫停飞或改道，俄军战机与轰炸机临时升空盘旋，等待重新降落许可。分析普遍认为，这次袭击是乌克兰对俄方近期轰炸基辅的直接反制，同时也是对俄境纵深目标的新一轮战术试探。从象征意义上看，谢尔普霍夫燃烧的火光几乎照亮了莫斯科的天空，
也让克里姆林宫切实体会到战争的距离正在急剧缩短。另外，10月26日，多地媒体报道，俄罗斯多个城市的继电器柜和配电盘突发火灾，并迅速蔓延。莫斯科、伊尔库茨克、沃洛格达、斯捷尔利塔马克、卡拉钦斯克、皮奥涅尔斯基、扎列齐内、克拉斯诺谢利耶、姆拉莫尔诺耶等地的配电设施和通信塔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系列事故严重影响了俄军后勤补给和通信系统运作。乌克兰情报部门正在加大力度，针对俄军后勤核心展开打击。10月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水淹七军事件再次将乌俄战局推向新的临界点。乌克兰空军第16独立航空旅使用精准制导武器轰炸了位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的关键水库大坝，导致大坝泄流，坝体结构严重受损，洪水倾泻而下，冲毁了俄军沿别尔哥罗德至哈尔科夫边境一线的补给通道，也淹没了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地区的多个阵地。卫星影像显示，北顿涅茨河下游大片区域被淹，成片防线失守，俄方部队与总部失联，局势一度失控。这场袭击被视为乌军非对称作战的又一次典型成功。俄方证实，乌军同时动用了圆点 U 战术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及数十架无人机，采取饱和打击加精准点穴模式，连续攻击大坝泄洪闸门等关键部位。尽管俄军宣称击落34架无人机，其中6架在大坝上空被拦截，但仍未能阻止设施被摧毁。据乌军方面消息，目前受洪水威胁的俄军部队包括第68、69师、第68、第116、第128、第136旅以及第44军团的部分编制，而地方政府至今尚未组织大规模救援。类似战术，乌军已多次使用，5月袭击克里米亚大桥，8月破坏库尔斯克铁路变电站，目标均指向俄本土的后勤命脉。军事专家指出，此举一方面意在牵制俄军兵力，缓解正面战场压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展示远程打击能力，向西方盟友证明乌军依然具备持续作战潜力，以争取更多援助。英方报告曾指出，乌军的炮弹消耗量仅为俄军的1/4，而前线士兵平均年龄已超过45岁。这种差距迫使乌方必须依赖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战术。袭击发生后，普京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严厉谴责乌方蓄意破坏民用设施，并将其定性为战争罪行。他誓言要让基辅为此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仅数小时后，俄军于10月26日发动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空袭，出动超过120枚巡航导弹和沙赫德无人机，袭击基辅、哈尔科夫及第聂伯罗等城市的能源和军工目标。乌方称，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电力供应中断，部分地区供暖系统濒临瘫痪。与此同时，别尔哥罗德州已有10个居民点因洪水紧急撤离。基辅方面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6名儿童。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伊万科洛瓦洛夫表示，这是向乌克兰发出的明确信号，任何对俄本土的攻击都将换来100倍报复。随着乌俄双方相继将战火延伸至民用设施，战争的底线正在被不断突破。别尔哥罗德大坝的裂痕不仅象征着前线防线的崩塌，也映照出整场冲突的失控趋势。俄方企图通过摧毁乌克兰能源系统削弱民众意志，乌方则以袭扰俄本土基础设施换取战略喘息。这场你来我往的报复循环正在让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别尔哥罗德当局仍在警告乌军可能发动新一轮袭击，下游居民正紧急撤离，被洪水淹没的防空阵地、被切断的补给线、
正成为这场战争的新注脚。大坝或许能修复，但信任与和平的裂痕却不知何时才能愈合。日前，乌克兰北线再传捷报，最新战况显示，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展开反攻，成功收复莫斯科夫卡与拉德基夫卡两地，重新夺回关键阵地，并在前线构筑新的防御线，稳固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北部战局。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全面出击，对俄军阵地展开高强度轰炸行动。根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0月25日前后，乌军在密集炮火与无人机支援下突破俄方防区，经过2天激战，最终击退敌军，控制了失地。战况图显示，乌军已完成阵地清理并布设新防线，局势出现明显反转。作为哈尔科夫方向的重要据点，库皮扬斯克一直是俄乌两军反复争夺的焦点。此次乌军的推进再度证明北线并未如俄方宣称的那样被包围，反而显示出乌军反攻的持续动能。值得注意的是，乌军远程火力近期也不断扩大。早些时候，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弹袭击了俄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地区，击中格拉夫夫卡大坝，造成严重损毁。洪水冲刷导致俄军前线补给线被切断，多处阵地被淹没。这一变化让进攻哈尔科夫沃夫桑斯克的俄军陷入后勤困境。另外，乌克兰的米格29战机同样展开了猛烈轰炸。实拍画面显示，北线的俄军基地被法国产的垂直制导炸弹命中后瞬间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黑烟，爆炸冲击波清晰可见。除了哈尔科夫战线，乌军在中部第聂伯罗地区也展开清剿行动。第425突击团突袭叶霍里夫卡，成功歼灭潜入村口的俄军士兵。俄方此前多次宣称攻入第聂伯罗，试图开辟新战场，但实际战果寥寥。与此同时，波兰也在加快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据防务简报报道，波兰计划引进并本地化生产梭鱼500巡航导弹，其升级版射程可达926公里，弹头重45公斤，单枚造价仅15万美元。外界普遍认为，这款导弹未来有望通过援助渠道进入乌克兰军队，用于强化其远程打击能力。从北线的战场推进到波兰的武器技术扩散，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正从战术收复向战略压制迈进。黑海、哈尔科夫、第聂伯罗3线齐动，俄军的压力正急剧上升。近日，红军村方向的战斗正进入最惨烈的阶段。俄乌双方不断增兵，炮火昼夜轰鸣，城区已经成为焦灼的近距离搏杀地带。乌克兰总参谋部27日通报称，在过去10天的反攻中，乌军相继收复扎特绍克、苏赫茨克与库切里布亚尔3地，并继续向西沙霍维推进。包围圈正逐步收紧至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力图切断俄军的后方通路。据悉，自2025年8月21日以来，该方向已陆续解放9个定居点，收复185.6平方公里，并清理243.8平方公里土地。报告称，在过去10天内，摧毁俄军约1756名士兵与75台装备。与此同时，俄军方面也在红军村城中展开强行突击。据多方消息证实，大约有200名俄军士兵突破了防线，建议潜入城内，与乌军爆发激烈巷战。这是自战事升级以来首次有确凿情报显示俄军进入红军村城区。然而，渗透部队规模有限，乌克兰军方正在组织反包围，准备封锁其退路，形成合围歼灭态势。整体而言，红军村战场呈现出双方各打各的局面。乌军继续沿南翼反攻，而俄军则试图从东翼渗透突破。尽管乌克兰在该轴线面临巨大压力，但战线仍在坚守之中。泽连斯基总统数小时前公开回应，驳斥了俄方关于包围红军村与库皮扬斯克的说法，称其为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并指责克里姆林宫通过散布恐慌性信息，混淆西方舆论，干扰美方援助判断。事实上，自去年起，俄方媒体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宣称乌军失守红军村，但最终都被乌方逐一驳斥。根据乌军战报，自8月21日启动反攻以来，他们已连续收复9个定居点，逐步压缩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推进空间。本轮红军村战役与北线的库皮扬斯克反击同步展开，两地形成呼应，使俄军的防线面临多点崩溃风险。另外，顿涅茨克沃洛德米里夫卡一带，俄方一次机械化突击被击退，约14辆装甲车被摧毁，约50名俄军伤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第425突击团清除叶霍里夫卡的俄军，并继续向外推进。维尔诺村附近第25突击营在一次小型交锋中俘获7名俄军，俘虏表示补给匮乏而选择投降。值得关注的是，10月27日，俄罗斯再次损失了一架卡52攻击直升机及其全体机组人员，具体原因尚未明确。这起事故标志着本月第2次类似事件。俄罗斯空军下属军事频道战斗轰炸机发布了坠毁直升机的照片，并配上常见台词永恒飞行，兄弟们，以示对机组人员的哀悼。此前在10月11日，俄军亦损失过一架价值约1600万美元的卡52攻击直升机及其机组。截至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就本次坠机事件发表声明，乌克兰方面也未报告相关击落或损毁情况。事故原因仍待调查，但俄军这一高价值作战装备及人员损失已成事实。黑海上空再度被战火点亮，乌克兰情报总局下属普里马里特种部队夜袭克里米亚沿岸，以无人机精准摧毁俄军3套防空雷达系统，并击沉一艘 BK-16 军用登陆艇，使俄方在该海域的防御网路再度受创。夜视画面显示，目标区域爆炸频发，火光连成一线，照亮了整个海岸线，黑海夜空回荡着持续的轰鸣声。乌军此次命中的雷达包括 P18 Terek、55GH6U Niboyu 以及 96L6， 其中 96L6 是 S-400 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俄方视为其最先进的防空之眼。这些雷达被摧毁，意味着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空防能力将遭受重创。值得关注的是，10月23日至24日深夜，克里米亚上空骤然亮起火光。乌克兰情报总局发起新一轮夜袭行动，数十架无人机低空掠过海岸与山谷，精准命中俄军防空阵地。爆炸持续数分钟，2套 EL-119 Nibo SVU 远程雷达与1套 Buk-M3 防空导弹发射系统被彻底摧毁，场面震撼。夜视画面显示，无人机群在夜色与电子干扰掩护下几乎隐形，俄方防空导弹未能及时反应。乌军采取了经典的低空突防加电子欺骗组合战术，无人机在10米以下的超低空贴地飞行，利用地球曲率和信号屏蔽避开雷达侦测。军事专家指出，这种打法正是乌方摧毁 S-400 系统的战术升级版，通过压缩俄军反应窗口，在几分钟内突破多层防线。军事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被炸毁的 EL-119 雷达是俄军防空体系的关键节点，覆盖范围可达600公里，是监控黑海空域的重要设备。Buk-M3 系统则是中程拦截骨干，其损失意味着克里米亚西北方向出现重大防御缺口。俄国内政局也出现罕见震荡。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安全局 FSB 指控流亡伦敦的反对派人物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俄罗斯反战委员会22名成员阴谋策划武装政变，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该委员会长期反对俄方对乌战争，在国际舆论场中具有较高影响力。另外，俄乌战争已经持续3年8个月，未来战局仍然扑朔迷离。从4个细节来看，俄罗斯的困境尤为明显。首先，普京大力推动人口政策，要求至少生3个孩子成为常态，
并向在校女生发放10万卢布奖励，以应对人口下降带来的长期人力短缺问题。其次，俄罗斯修改法律，允许特别征召预备役人员守卫炼油厂、能源设施和交通枢纽。尽管官方强调他们不会被派往前线，但征召行为本身显示兵力紧张。第三，财政层面压力巨大，副财政部长呼吁民众购买政府债券支持战争。截至10月中旬，俄罗斯已发行债券总额超过4万亿卢布。2025年计划发行5.7万亿卢布，用于填补预算赤字和战争开支。第四，俄方频繁进行核演习和导弹试射，如10月26日成功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展示3位一体和打击能力，这既体现军事实力，也透露出战略焦虑。前线战局同样艰难。尽管俄方声称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库皮扬斯克包围1万乌军，但实际情况多次未经证实，战果宣传频繁被撤回或更正。长期攻坚波克罗夫斯克超过14个月，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每夺取1平方公里都要付出巨大人员和装备代价，显示俄军资源消耗严重。经济、人口、兵力和国际压力叠加，使俄罗斯难以在短期内停止战争。尽管如此，普京仍坚持战略目标，将自己定位为恢复帝国版图的领导人，在实现最低目标前不可能停下来。波兰总理图斯克近日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转述称，泽连斯基已为战争长期化做好准备，乌方内部甚至预计冲突可能再持续2至3年。泽连斯基在会谈中表示，我们希望战争不要拖到10年，但我们已为最坏的情况做了准备。欧洲局势同样暗流汹涌。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英国正与德国磋商签订一项新的国防协议，内容涉及核武共享。伦敦方面计划向柏林提供部分核保护承诺，而德国则希望借此与英法共同构建所谓3国核保护伞，以应对来自东欧方向的威胁。此前，德国总理梅尔茨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过核合作议题，显示出欧洲内部在防务与核安全层面的重新整合趋势。这一动向与俄罗斯的核动作形成鲜明对比。就在不久前，莫斯科宣称成功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该导弹飞行15小时，航程达 1.4 万公里，被克里姆林宫吹捧为全球打击能力的象征。10月27日，德国还公布了一项高达3770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目标是将德国联邦国防军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该计划涵盖陆、空、海、网络及太空等320个新项目，绝大多数由德国本土企业主导，仅有 5% 用于采购美国系统。德国此番全面军事升级被视为摆脱对外依赖的自主复兴，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战略压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